我只是出门吃顿饭，却被几个挑事的地痞流氓无故找事，被我一米半趴后经电话摇人对我进行一顿围殴，却不知我的身份，连他们老大的老大都得给我点头哈腰。不出所料，下一秒，这些找事的人不是生吞啤酒瓶渣子，就是被废掉动手的手臂。这都是你的人？张啸天被他看得浑身发毛，连忙摇头：“不是，我只是认识他们。不，我不认识他们，一点也不熟。叶先生，这事和我无关啊。”旁边男人一脸问号：“张哥，这位是谁啊？你们认识？”张啸天直接转身一巴掌抽了过去，然后一脚把他踹开。喊谁哥呢？跟你很熟吗？滚一边去！男人被踹得满脸诧异的捂着脸看着张啸天，对方却没有要和他交流的意思，只对叶枫讪讪的笑着：“叶先生，我真和他们不认识啊，要不然我还是送您几位去医院吧。”不认识是吗？叶枫挨了打，怎么可能就这样算了？他冷冷地看着张啸天：“我知道你是因为葛总的面子才这种态度。既然你怕葛总，又和这些人不熟，那今天给你个表现的机会。今天来这的地痞流氓有一个算一个，你想想怎么修理他能让我消了这口气？你做得到，这事就算了；做不到，我不能保证让你喝西北风，但最起码葛总那边你就别想任何事情了。”张啸天听得苦着脸，他已经听出了叶枫的威胁，葛清泉能为了他铲平一间酒吧，就能为了他把某个人赶出荣城。他苦笑着道：“叶先生这样说了，我只能照办。您放心，今天这件事我一定给您个满意的交代。”说着，张啸天拿起手机给某人拨去了电话：“马天林，给你15分钟的时间，立刻来南城路的辉子饭店，晚1分钟，老子弄死你！”挂断电话后，张啸天又连忙向叶枫解释道：“这个马天林就是他们的老大，我把他喊过来处理这些人。”叶枫冷笑一声：“你不用和我解释什么，我只看结果。”唐仲威这时走过来喊道：“老公！”这一声喊却把张啸天吓得两腿发软。他看了看唐仲威，然后看向叶枫：“叶先生，这位是您夫人。”叶枫点点头：“嗯。”张啸天脸色发白，下意识回头看了眼后面的男人，他可没忘记刚才在门口，他还对这男人说唐仲威这小娘们姿色可以，如果让叶枫知道了这件事，可不比喊人揍他轻多少啊！想到这，张啸天连忙冲唐仲威堆起笑脸：“您好，我是张啸天，叶先生的朋友，我们不是很熟，谈不上是朋友。”叶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，张啸天满脸尴尬，却不好多说什么，只能道：“对，现在还不是，不过以后我会努力的。”唐仲威看得满脸古怪，刚才打得稀里哗啦，现在竟然对丈夫如此忌惮。5分钟后，一辆豪华轿车停在了门口，一个5大3粗的汉子下车就往里跑，看到店里的打斗痕迹，他脸色微变，连忙跑到张啸天身边，沉声问：“张哥，咋回事？谁惹你了？”说着，他看向前面坐着的叶枫跟何元良：“是你们惹了我张哥。”男人脸色阴沉，看向身后的小弟们：“你们都没带脑子吗？还站在那干什么？给老子把他们！”话还没说完，男人已经被一脚踹得倒退了好几步，男人被踹得满脸愕然，一旁的小弟连忙低声提醒道：“那2人是张哥的朋友，我们和他们俩有点误会。”男人一听就明白了，果然是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看你手下这群人，一个个都是跟你学的吧？黑白不分，狗眼看人低。叶先生说了，今天这事必须给他一个满意的交代，这里所有人有一个算一个，谁都跑不掉。马天林，你不把这件事做好，老子3斤家产也要弄你！马天林听得心里发沉，他是很久以前就跟着张啸天混社会的人，两人的关系亲如兄弟。可是今天张啸天却说要散尽家产跟他玩命，这代表什么？可在场的足足有30-40个兄弟，如果是1-2个，哪怕挑断手脚筋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顶多事后多给点钱补偿就是了。可几十号人呢？马天林一脸的为难。张哥，他们估计也不是故意的，您看能不能？你这意思是没法给交代了是吧？行。张啸天冷哼一声道：“从明天开始，你马天林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保证让你1分钱都赚不上。还有，别说我没提醒你，叶先生和葛总的关系非同一般，得罪了他，可比得罪我严重的多。”葛总？哪个葛总？现在的荣城，哪个葛总的名气最大？马天林稍微想了下，立刻想到了葛清泉。这下马天林的脸色就更难看了，他转头盯着那群小弟，恨不得把他们生吞活剥了。那群小弟也明白今天难以善了，一个个慌得不行。哥，真不是我们要找事啊，贺老六打电话说他们被人搞了，我们才赶过来帮忙的，真有什么错？那也是贺老六胡说八道啊！是啊，我们都是被贺老六坑了。马天林听得脸色发沉。贺老六呢？不，我在这。最开始那个光膀子男人浑身汗如雨下，颤颤巍巍地走过来。贺老六现在心里慌得不行，他只是喝多了点酒，觉得这2个男人在小饭店吹牛逼很碍眼。喝酒了？贺老六颤抖着点头。喝了一点。马天林嗯了一声，拿起酒瓶子递过去。把他吃了。贺老六愣了下，似乎没太明白。马天林冷冷的道：“听不懂吗？你既然喜欢喝酒，那就连酒瓶一块喝进肚子里。你放心，如果你死了，你家里人我会照顾好的。”贺老六吓得两腿发软，直接跪倒在地。别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喝醉了，没想搞那么大，我知道错了。现在知道错也晚了。马天林没有半点犹豫，要么你自己磨碎了，要么我让人给你灌进去，你自己选一样。要知道，这么大一个啤酒瓶，就算磨成粉，吃进肚子里也可能会出人命的。贺老六一个劲的磕头求饶，可马天林都无动于衷，最后直接让人把贺老六的嘴巴掰开，又把啤酒瓶磨成碎渣塞进了他嘴里。唐仲威看着在地上安好的贺老六，有些于心不忍，但当他想劝丈夫的时候，看到2人身上的伤，实在说不出话来。张啸天看出了唐仲威的不忍，便道：“您别同情他们，这群家伙一个个都作恶多端，活该受罪。这还是轻的呢。要我说，他哪只眼睛看了您，就该抠出来喂狗；哪只手动了手，就该直接砍掉。”马天林似乎把这当成了某种暗示，他扫视着全场：“你们别说我做事过分，今天这事不给个交代，我马天林一家老小都没好下场。我过不好，你们也别想过好，所以你们自己想明白点。今天用什么动的手，自己给我废了，别逼我亲自动手。”一群人被吓得面无人色，用
什么动的手，就把什么废了。他们中不少人可都是左右手都用过呀。马天林见没有动静，顿时怒吼道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是不是真想逼我亲自动手？我要动手，你们想去医院街上都困难。”这群人这才反应过来，可是亲手把自己胳膊打断，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，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个勇气。马天林见状也不犹豫，从地上捡起一根铁棍，走到一人身前。用的哪只手？那人浑身发抖，直冒冷汗，却不敢撒谎，只能苦着脸道：“右手。”举起来。那人吓得不轻，刚抬起手，马天林已经把铁棍狠狠地砸了上去。那人惨叫不已，胳膊呈现明显的弯折，这种钻心的痛苦让他浑身像打摆子一样抖着。马天林充耳不闻，走到第二个人面前：“你用的哪只手？”第二个人看向旁边哀嚎的同伴，眼里充满恐惧。马天林阴沉的声音传入耳中：“哪只手？还是两只都不要了？”那人打了个哆嗦，脸色苍白的道：“左手。”他其实是在撒谎，所有人都知道他不是左撇子，马天林也知道，但马天林没有说会棍。这人也捂着胳膊跪倒在地，他疼得眼泪都下来了。而马天林则走到第三个人面前，再一次问起了重复的问题：“哪只手？”惨叫声、痛哭声不止。马天林也是个狠人，亲手砸断那么多人的手臂，虽然累得气喘吁吁，却还是面不改色，转身走到叶枫面前，低头道：“叶先生，他们刚才打您的手，我都给打断了。您看这事能不能就这样算了？知道您不缺钱，但经济上您说个数，我能负担的，绝不二话。”张啸天呵斥道：“你就这样给交代的？叶先生是什么样的人物？打断他们的手就能算了吗？”马天林看着昔日的老大哥，咬咬牙：“张哥，我知道他们做错了，但归根结底是我这个做大哥的没有管好他们。如果叶先生还觉得不满意，您说怎么惩罚，我来承担。他们也都是有老有小的人，总不能真的都给杀了吧？这事我做不来，也不敢做。”叶枫摆摆手，然后看着马天林：“你这样跟我说话，不怕我让你连饭都吃不上？”马天林苦笑道：“连张哥在您面前都要低一头，您让我吃不上饭，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？他们跟你关系不深，说白了都是利益交换而已，干嘛为了他们得罪我？这可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啊。”马天林叹口气道：“在利益交换，他们也是我马天林的兄弟，我能有今天的家业，绝大部分是靠张哥的帮助，另一部分是靠这些兄弟的支持。让我为了自己的利益把他们全给卖了，以后我还怎么做人？您要杀要剐，我认了，但交代我只能给到这一步。”你个兔崽子，翅膀硬了是吧？行了，叶枫制止了要上前的张啸天：“我都没说话，你着什么急？”说罢，叶枫看向马天林：“你这个人还不错，就是管理水平差了点，有没有兴趣跟我干？”张啸天的脸色微变，马天林却是一愣之后脸色一喜：“您是说要拉我入伙？别说的好像搞黑一样，我们是正当生意。”叶枫淡笑着道：“我看你这个人很讲义气，连这群地痞流氓你都舍不得卖，以后更不会出卖我。说实话，我现在生意刚起步，身边正缺信得过的人手，你要是愿意，以后来给我帮帮忙。”马天林心里狂喜，他没想到自己的做法反倒让对方起了拉拢他的想法。张啸天心里多少有点不爽，他都没攀上交情呢，马天林反倒先抱上大腿了，当即开口道：“叶先生，这小子就是满脑子肌肉，除了会打架，啥都不行。您让他帮忙，他是会弄巧成拙啊。”叶枫瞥他一眼：“怎么，张先生打算拦着我？”张啸天连忙道：“我没有要阻拦的意思，就是提醒叶先生一下。”那就谢谢张先生的好意了，今天的事情还要谢你呢。如果不是你出现的及时，现在我说不定已经被揍死了。张啸天讪讪的一笑。这时门外来了几辆警车，把所有人都带回去做调查。由于叶枫三人属于受害者，很快就被放回去了。回到家中，叶枫把何元良安排住下后，两人也回去休息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刚买早餐回来的叶枫就看到葛清泉坐在客厅等待。葛总找你。叶枫点点头。葛总这么早来找我，有什么事吗？葛清泉看到他脸上的伤，顿时满脸惊愕。叶先生，你的脸这是？昨天跟人打了一架，受了点小伤。葛清泉一怔，随后面色发沉。谁敢跟您过不去？您说个名字，我去找他算账。